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一般相手大多通过观察手掌的掌形和掌纹来了解其人的人生运势，但是对于一个精通手相的人来说，手指的长短、手指上的纹路都必须仔细观察，不可轻易放过。下面请跟随我们一起来看看手指指节纹都有哪些吉凶寓意。4种指节纹线看你一生衣食足缺。1. 理财纹，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有这种理财纹的人，通常是替老板、上司理财，经常会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，当然自己也会理财，因此不会缺钱用。1. 理财纹2条，同时婚姻线也出现2条，则理财能力虽佳，但人缘佳，桃花多，要妥善处理感情，避免发生三角关系。2. 理财纹1条，其中一端却露出指缝，可就不妙了。成天做着发财梦，想中大乐透或天上掉下钱给你，即便偶有幸运得到，往往因不善营谋，迅速会失去，不能脚踏实地，筑梦踏实。无名指特长接近中指高度者尤为应验。3. 理财纹1条，手上有理财纹1条，长短适中者理财能力佳，能将理财知识融会贯通，再加以改良，变成自己的专属赚钱方式，财运称旺。财的来源可能是偏财或结婚得财，得来之后你有能力将其翻倍。4. 理财纹3条，身秀明朗的你，个性上足智多谋，能够举一反三，应用在理财上收获满满，正财偏财都旺，不但有意外之财，还常常得到贵人助力，有本事在理财领域大展长才。只是若同时出现金星带，要小心因好色失财。2. 凤眼纹，在拇指第1节指节上面的指纹呈一个圈形的纹路，叫做凤眼纹。通常有凤眼的人会得到一个好老公或好老婆，因此可以一生衣食无忧。拇指第1节的地方出现外貌如眼睛的夫子眼，凤眼纹是吉祥的标记。有这种印记的女性就会嫁到各个方面都优的男性，且有机会嫁入豪门中。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，那就会更加有利。食指有3豹纹也是吉祥。3. 3豹纹，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豹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，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。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或者女孩子会拿钱给他，亦或者是做女性用品生意的。4. 钱财纹，在无名指和小指有细细的斜线，叫做钱财纹，一般人都有，例如工作奖金、意外小奖、分红等等，都属于这类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，而且愈动愈旺，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。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，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、名声以及一切跟幸运有关的运势，所以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，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。此外，钱财纹还有这些特征： 1. 钱财纹身长，再有财库者，此人存大财。 2. 钱财纹一条一条者，为有财之象，意外之财。 3. 钱财纹上出现倒纹、链锁状者，为破财、口舌。 4. 钱财纹上有十字者或有竖线者，均为调动工作花钱之象，花钱必能调动成功。 5. 钱财纹断断续续者，此人大财没有，小财不断，存不住财。哪些手相看你一生衣食无忧？ 1. 财运线明显的手相，在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线是财运线，这条又称为成功线。无论男女，如果在手上能有这条线，这是意味着此人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，也会很有钱。成功线是表示成功或人缘方面的关系，这条线是由各个不同的位置升起的，但其线的尖端
都会伸向太阳丘，即无名指根部。这条线也可以叫做运势线。通过这条线可以看出一个人成功运势的好坏。一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，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，事业顺利，身边也会有很多个贵人相助。二，如果财运线纹路生得深并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很精明，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也会发展得很顺利。这样的人非常善于投资做生意。三，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线生的断续，可能说明此人财运会较差，做事多不顺心，生活上也多困难。这样的人会比较性子急，没有忍耐性，应尽量学会控制自己，避免有更大的损失。四，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纹路生得像波浪形状，这样的人大多财运会不稳定，而且多有烦心事儿，需要不断的努力才可以有一定的成就。但是要注意，钱财可能会被他人所占的情况发生。五，如果财运纹生得像一个连环着一个环如项链一样的形状，这样的人大多会有偏财或不义之财，但是也可能会因为钱财而给其带来麻烦，要防止因财而生灾。六，在手相学上，如果财运线生得很长，而且超过了手指缝隙，这样不利于聚财，即使有了财富也可能会失去，可以说是左手进右手出，应该学会理财。4种越老越有钱的手相，儿富女贵，老年必定发达。一，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，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，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，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，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。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，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，富贵会初露头角，晚年财运大增，地位节节高升，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。二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，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，若是有2条玉柱纹，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，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。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。拥有这种手纹的人，在年轻时目标模糊，没有理想，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，所以大多一事无成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经历多了，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能为之奋斗。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，运势越来越旺，子女聪明孝顺，晚年福禄大增。三，拇指、无名指上有痘。拇指、无名指有痘的人，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，虽然足够聪明敏捷，能力也很强，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，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，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。这类人到中年，思想慢慢成熟，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，会逐渐的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，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，获得地位和财运，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。四，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，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，到达第一个指节，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。有这种纹理的人，越老越贵气，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，子女大有出息，不需要自己操心，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，子孙贤孝，富贵安康。第二，男子面相看五官，女子面相看流年。啥是流年？有道理吗？众所周知，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，人们对面相学说十分看重。在古人的观念中认为，若是能够对他人的面相有着较为详尽的了解，亦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性格特征。正因如此，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，面相学说始终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。而一句关于面相学说的俗语“男子面相看五官，女子面相看流年”，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。那么，这句时人俗语是否有着科学依据？所谓的男看五官，女看流年又指何种意思呢？封建背景下，算命师傅曾是很多人所尊重的对象，通过他们的帮助，人们得以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发展走向有所了解。无论在民间或是皇宫内，都会有着一些算命之人的存在。在诸多算命术士群体中，会看面相之人更是能够得到他人的敬重。在现代人看来，面相学说带有着一定的封建腐朽色彩，但时至今日，面相学说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诸多与面相学说有关的俗语，
更是得到人们的关注。曾经一句男子面相看五官，女子面相看流年，便是许多人所相信的对象。首先提到男子面相看五官这句俗语，很多人都会对其中的五官非常好奇。其实这句俗语中所指的五官便是额头、眉毛、眼睛、嘴和耳朵。古人认为，若是男子额头饱满，便有着较高的智商，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，他们也会有着相对较好的运气。正因如此，额头饱满的男子普遍会成为人们敬重的对象。此外，在古人看来，男子的眉毛最好浓密有型。若是男子眉毛稀疏，则意味着其为人处事过程中会有着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。若是与其进行交往，也很可能会受到他们的负面影响。在封建背景下，古人认为眼睛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心理状态。若是男子眼神较为干净清澈，则意味着他们心思单纯且能力较强。基于这一原因，眼神清澈干净的男子大多能够得到旁人的称赞。在分析男子五官的过程中，若是男子的嘴巴较大，则意味着他的社交能力相对较强。在为人处事时，他们普遍会有着较多的朋友相助，这也会使其人生之路顺遂无阻。除以上内容外，五官中的耳朵虽常常被人忽视，但同样是面相学说中的重要内容。古代面相学说中认为，耳朵的高度应与眉毛差不多高，否则便是无福之人。除此之外，耳垂大的男子也会有着较好的福气。这句俗语中的后半句女子面相看流年所指的内容，便是女子的面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走向。在面相学说中，会将女子的面部分为3个部分，分别以眉毛和鼻子下端为界限。在眉毛到发际线这一部分中，所预示的便是女子的早年生活；在眉毛与鼻子下端这部分中，则指着女子的中年生活；鼻子以下的部分则代指女子的晚年生活。若是女子有着较为方正饱满的额头以及圆润的下巴，则意味着她将一生顺遂无忧。在面相学说中认为，饱满的额头代表着女子拥有较好的出身，基于优质原生家庭的帮助，这些女子能够过上较为幸福安稳的童年生活。此外，面相学说中认为，若是女子的下巴较为圆润饱满，便代表她晚年无忧，不会过上孤苦凄凉的晚年生活。除对额头和下巴的研究外，面相学说中表示，若是女子的面中部气色较为红润，便意味着她能够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。可以看出，封建背景下的面相学说中认为，女子的人生幸福程度完全与富家及夫家挂钩，并无自主选择人生发展走向的机会。现如今，很多人都能认识到努力拼搏对于构建幸福人生的重要意义。正因如此，人们对于面相学说大多不再看重，毕竟人生的发展方向应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不应寄托于所谓的面相之上。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转变上便能够感受到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许多封建腐朽的观念早已遭到世人摒弃。毕竟此类封建腐朽思想的存在，非但不会帮助人们的生活获得更好的发展，反而会导致社会进步之路受到阻碍。相信在现代化观念的指引之下，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，国之发展道路也会变得越发光明。第三，宁叫龙吞虎，不让虎吞龙是啥意思？你的手掌是哪种？龙虎指啥？在我们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中，识人术便是其中的一种。老祖宗认为，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眼神、笑容、言谈举止，甚至是他的长相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甚至是他们的福祸贵贱。古往今来，老祖宗们在识人之路上进行了诸多尝试，有从人们的长相来看的，有从人们的骨头来看的，有从人们的出生年月来看的，还有从手来看的。民间的老祖宗也将这样民间的经验智慧总结成了一句俗语，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句：宁叫龙吞虎，不让虎吞龙。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所谓龙虎分别指的又是什么呢？这句宁叫龙吞虎，不让虎吞龙中的龙指的手指，而这句俗语中的虎则指的是手掌。这句话的意思自然就是宁愿让自己的手指长一点，如果是长于手掌，就是所谓的龙吞虎，那就是比较好的预兆。而如果是手指比较短，甚至比手掌还要短，那么会是虎吞龙，这样的手自然是比不上手指长于手掌的人了。其实这样的俗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，也就是说，在我们当代人看来，这句话说的不太客观，没有任何一组可靠的数据表明手指长的人就要比手指短的人过得好。那么老祖宗又为什么会得出宁叫龙吞虎，不让虎吞龙这样的结论呢？
在老祖宗的眼中，长的手指一般都是比较符合人们审美的，而且手指长的人，在民间老祖宗固有的印象中是聪明、富贵的标志，而五指较短，则恰恰与之相反，是比较潦倒的一种预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